大将军原部区御敌有功，特敕封为定北侯，并赐婚，与昌平公主永结连理，钦此。臣接旨。哎，将军哦，驸马，老臣先行告退。大哥，将军，这件事有些突然，你们不用担心。你们记住，皇上赐婚的事，在场的所有人不得早漏半点风声。是。去吧。大哥，这皇帝不是棒打鸳鸯吗？闭嘴！我想静一静，你先走吧。品威，你心直口快，切记，此事不可让冰颜知道。去吧。鸟语花开春空气，为一缕香追忆。一色流烟30里，竟无人怜惜。清尽出身风雨息，雁归落叹息。评委，一叹不知你归期，而叹忆往昔。你干嘛去啊？你慌慌张张的，怎么？出什么事了？我没有。你肯定有事。我能出什么事儿啊？你有事跟我说呀。别担心。哎，评委。你要注意修养。哎，评委，这孩子，这是怎么了？我刚才看他慌慌张张的，好像出什么事了吧？不行，我得去看看去。哦。再不说话，我真要憋死了！这皇帝真是个糊涂蛋啊！我大哥带着我们在前线拼死拼活，好不容易打了胜仗，本以为我大哥可以跟我嫂子过2天安生日子，他过来捣什么乱啊？招我大哥去做女婿，让人家正经夫人去做妾，这不是皇上的女儿就这么金贵的吗？我这……评委，你这嘀嘀咕咕的在这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啊，我刚可听见了，什么圣旨，什么为妾，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什么事都没有。快说！我大哥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我是别人吗？我是你舅妈，有什么不能说的？说，我比你舅舅的嘴严。哎呀，快说呀！都急死我了。呀，舅妈，我大哥和嫂子现在已经是2口子了，对吧？啊。皇帝颁了个圣旨，招我大哥为驸马，要把公主嫁给他，这不瞎扯吗？这算怎么回事啊？天哪，这不是棒打鸳鸯吗？就是啊，我嫂子苦尽甘来，好不容易熬到跟我大哥可以结为夫妻了，哎，就在这个节骨眼，你颁到圣旨。那袁将军有什么法子吗？这圣旨都压在他脑袋上了，他能有什么办法呀？哎呀，
这事可不好办。评委，你说咱家谁最聪明？你可拉倒吧！你舅舅最聪明啊，咱们得把这事告诉你舅舅，让你舅舅想办法。走。哎，舅妈，不是，不能再让下一个人知道了。我都答应我大哥了，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小傻子呢，要不说你，该漏的风就得漏。走。哎，你走不走？快走！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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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爷，兄弟们把城里都翻了个遍，还是没个人影。没用的东西，让人家扮成稻叶乡的仗了眼出了城，现在却连3个大活人都找不见。难道他们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怕是他们现在已经离开了江州城。你赶紧带上所有兄弟，去往各个城门，往林州方向，给我追！是，走，走。军爷，军爷辛苦了。军爷，您还有没有印象？我先告辞了。到地告辞了。走走走。啊，好嘞，辛苦了。既然咱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他们定然会在城门口设下埋伏，继续追杀师太。2位小施主，你们莫管老尼了，快走吧。师太，您别这么想，我们夫妻2人定然护您周全。你们几个看那边，你陪我问去啊！来，干啥呢？你过来。没想到他们动作那么快。这可怎么办？瘦瘦的，没见过。小野乡出去的，行吗？真的没有。有了。你又有办法了？等着瞧吧。让开！快问，给我问，有没有看到尼姑啊？没有没有。哎，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一对非本地的年轻夫妇？瞧着像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和公子的模样，但是穿着尼姑和夜香郎的衣裳，还带着一个瞎眼老尼。没有，没见过。没见过。没有。对，发现了，这边有一个，快追！快追啊！算起来，他们也该差不多抓住我们的替身了。估计啊，嘴都给气歪了。他们肯定想不到我们绕道走了，就算他们折返回来追，千里马也追不上。等回了林州，咱们还得先将师太找个安全的地方安顿起来，再回别院。要把这出大戏神不知鬼不觉地唱完才好。嗯。你们回来了，那是当然。此行虽然凶险万分，但也一切安好。什么安好啊？你的手，这点伤算不得什么，休养几日便会好的。最重要的是，咱们把要找的人给带回来了。敬堂兄弟，你的仇很快就会得报。不过此事事关重大，切不可让柯世昭提前知晓，否则他定会痛下杀招。
这段时间你要小心谨慎，切不可大意。好。还有一件事，三少爷和三少奶奶要上车了。少爷，江州来的信。废物！还得本少爷亲自出马。王胡子，少爷您吩咐，去查一查，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去江州这一路上做了些什么事，遇到些什么人，有什么异常。他们能够一路顺利到达江州，必定是有人接应，务必查到此人是谁。啊，是。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以为带着瞎眼老太离开江州，我就奈何不了了吗？那本少爷我就布好天罗地网，等着你们。去。是。客官，这就是天字1号简了。哎，多谢小哥。谁呀？啊，师太，是齐公子让我来接您的。师太，齐公子已经安排好了，马车就在楼下，带我们从这郊区回到林州城。您先暂住我家的药馆，那里很安全。好，我们快走吧。来。袁将军抗旨不遵，可是杀头的大罪过，还会连坐家门，被诛灭九族的。若是将军您现在倒了，那这些将士定会被责令发配到旁系军籍。将军难道就不为这些伴你出生入死的将士们着想啊？子任，你怎么在这儿？我出来透透气。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没事儿。走吧，我们进去吧。走。子任，我来。子任，你今天怎么心事重重的？
那皇上的圣旨到底说了什么呀？说我玉帝有功，所以敕封我为定北侯。那这不是大喜事吗？应该高兴才是啊。冰燕，位尊权大，未必是一件好事。有时候权威越大，反而会被权威所累。原来你是在想这个啊。其实呢，你这个定北侯，只要一心为民，忠心报国，就不会被权威所累。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来，恭喜将军，荣升定北侯。宦海沉浮，吉凶难料啊！平日里你倒是个豁达之人，怎么今日这么多愁善感了？冰燕，自小我就是个福薄缘浅之人。我怕享了过多的福之后，会蒙受不断的灾害，加官进爵，实在令我诚惶诚恐啊！怎么了？那皇上的圣旨上，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事？没有。虽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是你没有必要想的那么多。从今往后，不管你去到哪里，我都誓死不相离。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我只要你和我能够岁岁平安，相伴百年。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一座城，一声情，一曲相思锁一心。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夜雨伴随扬州行，一人撑伞两肩并，花瓣飘零，是你满天深情。夜雨无声人有情。子然，你怎么了？没事吧？没事。冰燕，我现在有点累了，我还先去休息一会儿。那我扶你回去休息。不用，我自己去就行。评委，嫂子，我还得去巡逻，我先走了。哎，站住！将军已经把圣旨上的事都告诉我了。啊？他跟你说了？嗯。他特地嘱咐我，让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嫂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皇帝招他当驸马的事儿，他自己也是不情愿的。
嫂子。袁不屈，你竟敢抗旨不遵，无视圣上，无视公主！我今日就送你二人一同去见阎王爷！呀！圣旨上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我袁不屈此生难道注定要孤独终老吗？前两位夫人不幸离世，我好不容易在边城与你结为连理，却又降下这等无端的灾祸。不行，我宁可辞官回家，也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更不会让你委身成奸。子然，你不必辞官回乡，你还是应该去当你的定北侯。功名利禄什么的，我根本就不在乎，我也不会为了定北侯这种虚名委屈了你。可是违抗圣旨是大罪，我们要让皇上自己收回成命才是。你要把我送回扬州。送回扬州？你是有什么计策吗？要你把我送回扬州，只是我计策中的一环。此事只能你知我知，还有干爹干娘知。这是何意？要你把我送回扬州，这是第一步棋。要干爹干娘暂不回林州，这是第二步棋。至于这第三步棋嘛，那可就要看袁大将军你自己的啦。不是，你仔细跟我说说。那你呀，就好好听着。子然，好事多磨，我们且再磨上一磨。真是辛苦你奔波了。我又不是去天涯海角，你我二人只是暂别。我原不去今生有福，能娶到你这样一位蕙质兰心、有起死回生妙计的。能不能柳暗花明，现在还很难说。凡事你多跟干爹商量。好，你放心。那我走了。我走了。好。
奶奶。哎呀，你们两个终于肯回来了，来让我看看。脸色好了许多，身体也强壮了不少，好啊！奶奶，那山林别院山清水秀，空气沁人心脾。这回孙儿病已经好了大半。太好了，太好了！让我看看冰燕。瘦了不少。哎呦，我都心疼你了。正好奶奶呀炖了血燕，给你们补补身子。来人呐，把血燕端上来！快坐，别站着，坐，快坐。奶奶，哎，坐，都坐下。我说天磊啊，你这气色看起来的确好了很多呀。快祖母您瞧瞧，天磊似乎黑了一点啊。你这么一说呀，还真是有点黑。哦，我知道了，定是三少奶奶性格活泼，待不了这方寸的庭院，于是带着天磊到有趣的地方玩去了。弟妹啊，你不妨说说，带天磊去什么地方玩了，让我们大家伙儿也都乐呵乐呵。这好玩的地方呀，在哪儿？那是一个都没去。日日待在房中？也不是。奶奶，我和天磊为您抄了佛经呢。小喜。真是两个有孝心的好孩子，感谢佛祖保佑我的孙子病情好转。奶奶，其实这誊抄佛经为您祈福之事，也是受了高人指点。哦，什么高人？这位高人是一个心怀慈悲、德高望重的师太。这位师太是师父早年间游历江湖，机缘巧合碰见的。谈吐间，师父了解到这位师太佛法高深。之后，师父为我治病时，便将这位师太所讲解的佛经誊抄给我，让我潜心参悟。未成想，我的病竟好了大半。善缘，这就是善缘。这位师太云游四方，讲经论佛，可遇不可求啊。但师父写信跟我说，这位师太近日要来咱们林州云游。我心一想，奶奶一心向佛，若是能将这位师太请到咱们祈福，为大家讲讲佛经，对咱们祈福而言，简直就是好事一桩。所以便拜托师父，请这位师太来咱们府上。奶奶意下如何？当然好啊！奶奶我这大半辈子行善积德，为的就是求佛祖保佑我们齐家，保佑你们。要是能和这位师太结缘，那就是我们的福报啊！奶奶说的是。天磊啊，你不妨告诉表哥，这位师太现在身在何处？表哥马上派人去把她请过来。表哥，这位师太乃是得道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我也弄不清楚她的行踪啊。师父反正下了拜帖，人家要来，自己便会来，就不劳表哥费心了。好，甚好。讲讲吧，三公子跟三少奶奶这一路可有任何异常啊？异常？他们就老在别院里面，他待着不出来。我怀疑他俩压根就没有在别院里。这我们柯少爷都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这个去别院的路上嘛。这个三少奶奶的丫头说是要给三少爷呢置办点补药，他又担心这别院的四周没有药铺，然后他就在途中进了一家药铺，但是全程我都盯着呢。他装完药立马就上车了，没什么异常。药铺啊，走吧。药，庆润堂，就这家铺子，当天小喜姑娘亲自去买的药。这
白天关门，不做生意了？你去敲门，就说你买药。啊？不，这不合适什么呀？耽误了大事，弄死你！哎，给脸不要脸！掌柜的，开门呐！掌柜的，我来买药啊！掌柜的，小店今日有事，不做生意，您去别家买吧。哎呦喂，那就来不及了呀，掌柜的。那我家老母亲现在她等着要救命呢。掌柜的，你就行好吧，您救救我母亲的性命吧。掌柜的，哎呦喂，你赶紧给。大哥，您别着急，您需要什么药？我也不知道啊，他早上起来就四肢抽搐，还神志不清，这吃什么药啊？快进来，快进来！哎，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原来如此，光注意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了，竟然把江州的那个小子给忘了。早在江州之时，这小子就已经和瞎眼老太认识了。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定是听了这小子的话，才突然去了江州。哦，是的。哼，想害我柯世昭，没这么简单。王胡子，此时瞎眼老太必定就在药铺当中。无论你用什么办法，务必要在瞎眼老太出现之时，让这瞎眼老太沾上毒粉。此药能够渗透肌肤，即便没有服下，只要沾上一点儿，那也可深入骨髓。是少爷，小的一定办到。哼，既然如此，那本少爷就来个瓮中捉鳖，等着你们亲自把这瞎眼老太送到我的囊中来。还不快去！哎，是。师太，今日你我的冤屈就要昭示宇宙，让那欺负的老太君知道柯世昭的丑恶嘴脸。七三少爷吩咐过，让我们神不知鬼不觉，打他个措手不及，让他无从招架。七三少爷和少奶奶会在府内接应咱们。你放心，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我儿子伸冤。哎，我已备好马车，咱们还是小心些好。来。师太，可怜我吧，给我2个铜板吧，我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好饿。师太，给你，快走吧，我们还有急事。谢谢师太，谢谢师太，谢谢师太。就是他们，去把他们带进来。是。走。
师太，你怎么了？没事，走，我们办正事儿。走。奶奶，师太已经到咱们齐府大门口了，快快有请。是。可是照看起来，成竹在胸，有恃无恐。是啊，怎么看起来不太在乎的样子？事出反常必有妖。阿弥陀佛，敢问尼师法号？贫尼法号陆玄，路经贵宝地，得知齐老夫人慈悲为怀，一心向善，又受刘施主结缘牵线，特来拜会。善哉善哉！太好了，愿和师太深参佛法一二。师太，请。小巧，上茶。是。这是老太君珍藏多年的上等好茶，今日啊，特意拿出来招待贵客的。奶奶，那我跟冰燕也讨一口好茶喝，听听师太评这红尘中的禅意。小施主言语红尘，我们这些出家人呐，何尝不是了断凡尘才遁入空门的？老尼在出家之前，也曾有过一段血海深仇。什么血海深仇啊？师太，您请讲。当年我出家之前，曾有一子，我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以乞讨为生。虽过得艰辛，却也是母慈子孝。怎料有恶人哄骗我儿，好吃好喝的养着我们母子。那日我儿感风寒，在一家药铺抓药喝下，可怎知那恶人为了夺取那家药铺，竟在我儿喝的药里下毒，害我儿惨死。我出家之前曾有一子，那日我儿感风寒，在一家药铺抓药喝下，可怎知那恶人为了夺取那家药铺，竟在我儿喝的药里下毒，害我儿惨死。那恶人又利用我儿的死，诬陷那家药铺，说是抓错了药，害死了人命。一时间，我们家和那药铺商户都是家破人亡。可那恶人现在还逍遥法外，甚至他要置我于死地。
怎么师太这往事听起来好耳熟啊？奶奶，你可还记得之前带您见过一个叫做寂静堂的少年，向您状告的江州惨案？陆玄师傅，你刚才说害死你全家的那个恶人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师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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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太中毒了。是你沏的茶，你想害师太？三少奶奶冤枉啊！这茶是老太君的，方才也是在这儿沏的茶，大家喝了都没事，怎么只有他中毒了？谁知道你有什么招数？罢了罢了，若是不信的话，我喝了便是。瞧瞧，我也没中毒啊！天雷啊，这茶有没有毒，谁也说不准。或许是在别处种的，只是来到齐府，突然发作了而已。不对呀，外祖母，或许是我们生意上的死对头做的，想嫁祸给我们齐家，然后趁机抢夺我们的生意啊！有这种可能，生意场上尔虞我诈。哎呀，不提这个了，师太要紧，快请郎中，赶紧送师太回界上心院，快！老太君，我也去吧。去。如何？幸好有师父留给我的保命丹药，已经暂时压制住了师太体内的毒性，保住了性命。不过，师太的嗓子怕是已经被毒哑了。就差一天，这下可怎么办？师太说不出话，也不会写字，那满肚子的冤屈，不就无法申诉了吗？敬堂兄弟，你们来齐府的路上是否遇到过什么蹊跷之事？没有啊，我们是坐马车来的，一路上都平安无事。你再仔细想想看呢。哦，对了，倒是有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当时师太正要上马车，突然有一个小乞丐跑了出来，一直抓着师太的手不放。师太，可怜我吧，给我2个铜板吧。我看他可怜，就给了他2块铜板。后来师太上了马车之后，一时觉得手臂奇痒，一直抓挠，手都抓红了。这毒竟然是小乞丐下的，难怪柯世昭有恃无恐，正当端坐。原来早就在师太来的路上下了毒，还可以在奶奶面前撇清嫌疑。是我们大意了，实在是太恶毒了，杀死了师太的儿子，现在又想毒害师太。为奸之计，
就只能等着师父回来，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解掉师太的毒。但若是柯世昭知道师太中毒未死，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得想个办法骗过他才行。先生，就不能再试试吗？姑娘，师太都已经断气了，这即便是华佗在世，他也不能起死回生啊！我看还是抓紧准备后事吧。先生，哎呀，这可怎么办呀？师太，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呀？哎呀，死了！来人啊！来人呐！来人呐！小姐，来人呐！来人！来了来了！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了？师太七窍流血，死了。三少奶奶，三少爷，这还是找人赶紧抬下去吧，留在咱们府里多晦气啊！小巧，要不此事就交给你来做。啊不，三少爷，这种事我也没干过呀，你还是找别人吧。老太君那边还要我伺候，我先退下了。太可怕了，太吓人了。小乔，说好了，确定断气了，这下你别放心了。你确定吗？我这双手亲自弹的，那老尼姑七窍流血，可吓人了，确实断气了。小乔，没事啊，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老太君，喝点茶吧。师太的后事如何了？回老太君，三少爷买了顶好的棺木，已经将师太送出去了，说是要在城外的庙里停棺3日，请高僧来做3天法事，之后就入土安葬了。老太君，您便放心吧。唉，话虽这么说，可师太毕竟是在我齐府身亡的，叫我怎么能够放宽心？小乔啊，你去忙吧，今天我要为师太念经祈福。是。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当真是十分难缠呀。前几日，关师傅传来消息，他将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江州的所有事情，全部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我。我们这三少爷和三少奶奶的确是有些本事啊，差点将江州最大的赌场收入囊中了。可从没听说过咱们三少爷会赌啊。我看8成啊是那三少奶奶的鬼主意。哎呀，我早就提醒过你了，这三少奶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看似心直口快，其实呀一肚子弯弯绕绕，和那三少爷在那寄畅心院住着，整天也不知道在谋划什么呢。没想到啊，一个冲喜，竟然给齐天磊冲出一个帮手来。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剔除掉这个帮手。你想怎么做？你觉得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他们两个关系如何？那还用说吗？小夫妻俩蜜里调油似的，感情好得不得了。蜜里调油，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够好到几时。这天下的夫妻，有几个能够一直你侬我侬的？你的意思是要离间他们？没错。可人家新婚燕尔，感情好着呢。我知道一人，若是此人来到齐府，定可成事。我们只需要推波助澜，在暗中秘密替他谋划，而我们便可坐收这渔翁之利了。是谁呀？柯少爷，按您的吩咐，于府小姐请来了，快请。秀波妹妹，好久不见。柯公子，秀波妹妹客气了。还记得老太君把我带到齐府之时，你日日跟着天磊，随着天磊一起唤我表哥。怎么，这些年过去了，倒生分了不少。不如还是按照儿时的叫法，唤我一声柯表哥吧。柯表哥。这一晃啊，这么多年过去了，秀波妹妹已经出落的是个绝色美人了。我这次来苏州谈生意，路过于府，就想着秀波妹妹已经满了3年校期，应当是可以会客了，就特意来问了问。果然见到了秀波妹妹。时间过得可真快，一晃，祖母已经过世3年。如今这世上，就只剩下秀波无依无靠一个人了。妹妹，来，快请坐。坐。妹妹不必伤怀，你这么伤怀，让我这个故人看着，都开始心疼了。秀波妹妹，虽然你的嫡亲祖母已经过世，可外祖母还在啊。我们老太君与你的祖母是世交，他们关系也甚是亲密。还记得那时候，你经常去我们齐府玩，这3年你守孝在家，老太君也吩咐过，把你经常居住的院落全部都要打扫干净，以备你守孝结束之后，可以来林州小住。只要妹妹愿意，住多久都可以。天磊哥哥已经娶了少奶奶了，那园子如今已经有了女主人了，又怎能容我一个孤女久住？妹妹这般贤淑有德，实在是令人钦佩呀，应当与绝世公子相配。可惜，我们天磊已然有妻子，若是不然，你们2人该是多么美好的天造地设的一对呀！可惜天磊哥哥寻找冲喜之人时，我正在为祖母守孝，无法为他冲喜，就此错过了。妹妹，这世间好男儿千千万，只要妹妹仔细寻找，必定会找到如意郎君的。柯少爷，我是秀波的奶娘，容我多一句嘴，这世上好儿郎千千万，可是在秀波心中，远不及齐三公子一人。奶娘，秀波妹妹，你竟然对天磊还有这般心思？柯表哥，不知那位三少奶奶是何人？这杜冰燕虽是扬州富商之女，但是论家世背景、身材相貌，都不及秀波妹妹你。我们天磊娶了这么一位女子，委实可惜了。
这名女子脾气秉性，着实执拗，可惜了我们天磊身子孱弱，还要去迁就她。怎么，他待天磊哥哥不好吗？他当然不及你们两个青梅竹马情谊深厚啊。他从来不晓得天磊的脾气秉性，所以在照顾上面就总是多有疏漏。可怜我的天磊哥哥，若是秀波能像小时候那样，随时前往祈福，我愿永远守护着他。妹妹，你当真有如此心思？是秀波一时失言了，柯表哥不要介意。这也是女儿家的心思，无处诉说。罢了罢了，既然是秀波妹妹的心思，表哥听着也是心疼。不如，表哥就助你一臂之力，帮你把天磊哥哥抢回来。柯表哥，你不要乱说，秀波不懂你的意思。妹妹七窍玲珑心，自然懂我的意思。既然妹妹有此等心思，那表哥就让你们这对青梅竹马再续前缘。秀波不图别的，只求能像小时候那样，日日都能见到天磊哥哥，守在他身边，秀波就心满意足了。好，柯表哥一定会让老太君把你带到灵州的。这投壶啊，讲究一个耳聪目明、胆大心细。奶奶，看来你这簪金丝桃花团扇是保不住喽。那未必。行了行了，你这都还没有赢呢，就开始说大话了，赶紧投吧。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统分。三少爷7筹，老太君5筹，香剩1寸。别得意，这一局我替奶奶赢。好，冰燕替我投。娘子请。双筹，双中，算4筹。相近，老太君胜。看见没有？这叫力挽狂澜。这小小娘子竟能双中，你们俩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这赢不过也输不起啊！哎，我跟你说啊，我跟冰燕结盟那是结对了。她呀是我的小福星，身上还有几分英气，我喜欢。快把那团扇筹给三少奶奶。多谢奶奶。你应得的，小子没你的份儿了。好像是挺漂亮的。哎呦，好像是比某人的扇子好看哎。诶，不高兴了？输不起，输不起。怎么还不高兴了呢？输了就输了嘛。少爷，这等的谁呀？这么大的款，
竟让您亲自驱尊来迎啊！这个人是我请的神兵，来助本少爷我一臂之力的。神兵还一臂之力？把嘴闭上，少说点。是。外祖母，苏州余家嫡孙女儿秀波小姐到了。我呀，见她拿了好些礼物，于是便先安排她去住处把行李放下，一会儿再过来跟您老问安。好，好，小巧啊，你去把世昭送给我的庐山云雾茶拿来，这个丫头最喜欢喝茶了。老太君，您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喝呢。小巧进府晚，常听老太君提起这位小姐，看来老太君是打心里疼她呢。快去吧。来者是谁啊？表弟妹啊，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位小姐乃是苏州有名商贾于氏姑女，那可是名门闺秀。我记得小时候世昭刚到齐府，这位小姐便已是座上宾了。说起来，秀波妹妹与天磊自幼相识，应该也算是青梅竹马吧？可不是嘛，他祖母与我是闺阁密友，未出阁前，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两家是世交，我家请了教书先生，他便入住到我府上。我们同吃同住，同跟着先生学书画。闲暇的时候，我们共同摆弄女工刺绣。我们呐，不是姐妹，胜似姐妹。后来啊，他也经常带着秀波到我们齐府上来住一住。所以说，他和天磊是一起长大的。外祖母，您别着急，秀波妹妹马上就到。老太君，秀波小姐前来请安。好，叫她进来。请。老太君，秀波给您请安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来了就好。打小你父母死得早，你是跟着你祖母长大的，现在她也走了，我知道你很伤心。祖母过世，留下秀波一个人，孤零零的，无依无靠。秀波为祖母带孝3年，常常梦到祖母，整夜以泪洗面。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不过没关系，你祖母走了，不是还有我吗？是不是？我们这齐府啊，也算是你的半个家了，以后会有人疼你，有人宠你的。多谢老太君。奶奶，这秀波妹妹来咱们齐府本就是喜事一桩，你就不要再难过了。你看，我也是老糊涂了，弄得孩子也跟着伤心。秀波妹妹，一路来辛苦了。见到天磊哥哥，秀波就不觉得辛苦了。秀波常常挂念着天磊哥哥，想着3年校期满了，就赶紧来看望哥哥和老太君呢。对了，我还给天磊哥哥带来了旧物。记得小时候，祖母与老太君相会，带着我和天磊哥哥去寺庙祈福。大和尚曾言，
天磊哥哥麒麟之才，祖母便找金匠精心打造此物，没成想却误了工期。后来祖母过世，秀波留在苏州，3年孝期，秀波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就想着今日能亲手送给天磊哥哥呢。祖母疼爱秀波，给我也做了一只。小姐，那2个分明就是一对儿。天磊哥哥，你可喜欢？我说天磊啊，你瞧瞧，人家秀波妹妹可是一片赤诚之心呢，你就快收了吧。哎呀，喜欢喜欢，多谢妹妹。多谢妹妹美意。介绍一下，这位是你的嫂嫂。这个物件呢，本也就是护身符，到时候我与你的嫂嫂生一个大胖娃娃出来，就全当做妹妹的贺礼。我去替小侄子先收下了。能送给天磊哥哥和嫂嫂作为未来侄儿的贺礼，秀波心里更加欢喜呢。你嫂嫂长你几岁呢？嫂嫂好，只听闻天磊哥哥娶了娘子，今日见了，当真是国色美人。看着嫂嫂这样娇俏，秀波心里喜欢的很呢。多谢妹妹夸赞，妹妹也漂亮。好了好了，别站着说了，坐下，都坐下。来来来，哎呀，真是好几年没见到你了，快坐快坐。哎呀，外祖母呀，您可能不知道，秀波妹妹那可是非常厉害呀。在守孝3年期间，她独自一人撑起了家里所有生意，还在苏州开了一间远近闻名的绣坊。我在江州做生意，听苏州的老板提起秀波妹妹，我呀这才有所耳闻。秀波为了维持生计，不得已才学着打理祖业，做生意的事也只懂些皮毛，还要跟老太君多请教呢。商场如战场，你这个小丫头呀，竟有这种本事。唉，只是一个女孩子抛头露面的，太辛苦了。日后啊，你要是寻到一个如意的郎君，就能过上安生的日子了。秀波，你现在可有许配婚约？秀波还未定亲。秀波只愿找个情投意合的好郎君，疼爱秀波，护着秀波。只可惜自己命苦，一直没有寻到良配。不急不急，我们的秀波呀，如此的蕙质兰心，日后我一定帮你寻个好人家。多谢老太君。对了，我还给咱们齐府上下备了礼物，老太君那一份也是我千挑万选，好不容易才寻来的，还望老太君不要嫌弃秀波的一番心意。哦，老太君，咱们去那间吧，秀波这份礼物需要有茶桌方可摆放。好，那咱们就去那间吧。湘云，备糕点。这套官窑瓷器出自官窑大师的手笔，是他的封山之作，需要特定的时节火候才能烧制。这世间一共就3套，秀波好不容易才买到的。祖母在世时曾教授秀波点茶的功夫，他常言，要说这点茶茶道，还是老太君炉火纯青。如今我将这套茶具送给老太君，
并为您点茶奉茶。秀波献丑了，老太君不要笑话秀波，还望您指点一二呢。点茶。温盏，挑高，手法行云流水。外祖母，您看看，秀波妹妹还真是有些您的风范。请老太君品鉴茶香。柯表哥，这茶道精湛，茶香沁人心脾。这沏茶的水，可是露水？正是，老太君睿智。曾听祖母说起，当年常与老太君一同泛舟荷塘，采集荷叶上的清香露水，在一起沏茶雅极。秀波也效仿此法，特意采了露水为您沏茶，聊表对祖母的哀思，也是您与我祖母的情谊见证。你这孩子呀，让我想起了你的祖母。好孩子，天磊哥哥、嫂嫂，请用茶。记得小时候，哥哥的嘴最刁了，不是我调的茶都不肯喝呢。天磊哥哥尝尝，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吗？好，尝尝。妹妹这茶调的真是好喝。多谢嫂嫂夸奖，若是喜欢，日后我每天都给嫂嫂奉茶。秀波啊，你呀，就在我这住下，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多谢老太君，秀波就算是回家了。秀波想恳请老太君许我住在小时候的园子里，我对那里的花花草草都有感情了呢。这有什么难的？那间屋子呀，还给你留着呢。只是现在天磊成亲了，他和你嫂嫂就住在那园子里。老太君，秀波小姐和三少爷从小也是一同长大的，算起来也是三少爷的半个妹妹了。这住回园子里，又不是住进三少爷的院子里，这有什么呀？秀波一见到嫂嫂就觉得投缘，想和嫂嫂多亲近些。若是嫂嫂不高兴，那秀波就不入园子了，随便找间客房就是了。啊，没关系，秀波妹妹高兴的话，住便是了。多谢嫂嫂。
奶妈，哎，给齐府各房的礼物都送过去了。按照小姐的吩咐，各房太太、小姐的礼物都送过去了。既然来了这齐府，想要促成我和天磊哥哥的姻缘，就要未雨绸缪，不仅要哄好老太君，还要让齐府上下都念着咱们的好。小姐说的是。秀波妹妹，柯表哥，秀波妹妹，妹妹，你今日的表现可是极好的，哄得老太君欣喜不已。我们计划的第一步，就算是成了。我看那三少奶奶同天磊哥哥亲近得很，我与天磊哥哥的事当真能成。妹妹，事在人为，你只需要哄得老太君开心，把你留在齐府。至于天磊那边嘛，妹妹还需要将这百炼钢化为绕齿柔，好好撩动他的心，才能够成就美事。若此事能办成，秀波自不会亏待柯表哥。妹妹有心了。妹妹，如果你有事，表哥就不打扰了。秀波告辞。你个没良心的，魂儿被秀波小姐勾去了，枉我平日里如此待你。你这又是吃的哪门子的醋？这真正该吃醋的，应当另有其人。小巧啊，我告诉你，杜冰燕和齐天磊无论多么亲密，新婚燕尔如胶似漆，那也比不过他跟秀波妹妹这青梅竹马的情谊深厚啊。就你最聪明。老太君，我看呐，这三少奶奶与秀波小姐倒是投缘，一天有说有笑的。这秀波小姐性子真好。我和秀波的祖母情同姐妹，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就像亲孙女一样。这秀波小姐也是可怜，一个人孤零零的。我几次路过园子，都见她泪连连的在思念祖母呢。幸好啊，有老太君替她撑腰。我听秀波小姐和奶娘说，要像亲祖母一般待老太君您呢。秀波呀，的确是个孝顺的孩子。我看啊，老太君就把秀波小姐留在府上，跟您也是个陪伴呢。我也有这个意思。老太君，秀波给您炖了补品，你看看，看看，说谁谁就来了。过来，喝茶去。老太君，您快尝尝。这是秀波特意为您选的补品，上好的燕窝，最适合温补了。里头呀还加了点葵花蜜。哦，是吗？那行，我尝尝。哎，坐呀，坐呀，啊，坐。不错，不错。我们秀波呀，人善手也巧。秀波孤苦伶仃，能伺候老太君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你这是什么话？你好好一个姑娘，怎么可能围着我这个老太婆一辈子呢？你是要嫁人生子的。秀波命苦，祖母过世后无人依靠，幸好有老太君您垂爱。秀波羡慕冰燕嫂嫂能得天磊哥哥爱慕，携手一生。你放心吧，我看着你长大的，
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给你做主，绝不会亏待你。谢谢老太君。如果有一天秀波有了自己想要嫁的人，老太君可愿意为秀波做主？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就像自己的亲孙女一样。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给你做主，绝不亏待你。谢老太君，秀波只想一直伴随在您左右呢。好，真是乖呀，乖。谢谢祖母啊！您方才不是说把秀波当您的亲孙女吗？那秀波便唤您一声祖母。祖母，哎，下个月就是祖母的大寿了，秀波想同天磊哥哥一起为祖母做一幅百寿图，祖母可应允？当然应允啦！我们的秀波呀，就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当心点，这些可都是上等的物件，弄坏了小心你们的皮。奶娘，快去盯着。是。慢点啊，小心点，大家辛苦了。秀波小姐，这些都是老太君赏赐你的。老太君说了，秀波小姐有什么需要置办的，都按照齐家小姐的规矩来。老太君是真的心疼你啊。小小姐姐，替我谢谢老太君。秀波妹妹，柯表哥，恭喜秀波妹妹了。秀波妹妹有福了，这边院就是特意留给妹妹的，可见老太君对妹妹的宠爱呀。这还要仰仗柯表哥帮扶。秀波妹妹，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能否捞得这轮明月，就要看妹妹的了。我已向老太君请了愿，这几日便请天磊哥哥来，一道做百寿图。妹妹性子纯良，想要获得男人的心，就要让他的眼里和脑中都是你，不能有半点旁人的影子。秀波妹妹，攻心为上，善妒则乱，这句话你务必要记住。这个东西是挺有意思的，我都解了半个时辰了，还没解开。小姐，你还有心思在这玩9连环？那秀波小姐已经搬进咱们院子里了。她搬进来就搬进来呗，这园子这么大，多她一个也能热闹些。哎呀，你可长点心吧，小姐。天塌了地陷了，哎呀，没事的。玩也不给玩，吃也不给吃，有什么话说吧。老太君是按照府上小姐的规制给那个秀波小姐安排的，又是丫鬟又是小厮的，配了一院子，比咱们这儿人还多呢。我以为什么事儿呢？他喜欢人多就安排他的，我只要你一个就够了。可是我看到秀波小姐对咱们三少爷是有倾慕之情的呀。不行，你不可以掉以轻心。况且他们二人又是自幼相识的，这就是青梅竹马呀。哎呀，他们都说了，那只是儿时的朋友，谁小时候还没几个要好的朋友啊？可是我也经常跟我那些师兄弟一起玩啊。小姐，那秀波小姐如今出落的是亭亭玉立，哪里还是儿时玩伴呢？况且她那日要送给三少爷的金麒麟，分明就是一对儿嘛。天磊人呢？秀波小姐方才遣人来请了，说是邀请三少爷去她那作画。作画？
记得小时候，秀波的字都是天磊哥哥手把手教的，算起来，天磊哥哥还是我的恩师呢。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可是天磊哥哥的事，一桩桩一件件，秀波可都记在心里呢。记得小时候，我就钦佩天磊哥哥的书法，行云流水，气势恢宏。时隔3年，哥哥的书法造诣定然又精进了，请天磊哥哥送秀波几个字。也好。我来吧。天磊哥哥的字真漂亮，男儿胸中有浩然正气，才能凝于笔头，浑然天成。妹妹谬赞了，秀波妹妹练的是什么字体？流体。那妹妹就在哥哥面前献丑了，望天磊哥哥能给我这个笨学生好好评一评。好。原来这就是秀波妹妹儿时住的地方。走吧，小喜，去看看他们画的什么画。外面风清气朗的，把门敞开透透气，小姐和齐三少爷才能书写得更好呢。你下去吧，莫让旁人打扰我和天磊哥哥写字。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天磊哥哥，这作诗的人一定是个痴情种。你瞧这诗句，字字含情，说的不就是我和天磊哥哥？小姐，你瞧他们，一世作对的，三少爷怎么能这样？还说最喜欢你舞刀弄棍，不在乎你的学识文采，现在又在这儿跟秀波小姐写写画画的。慌什么？我可是他齐天磊把抬大轿抬进来的。娘子。秀波见过嫂嫂。妹妹好。这是在写什么呀？天磊。这个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什么意思啊？
此诗是写小男孩以竹竿作为玩具马逗趣小女孩的。嫂嫂别多心，秀波只是想到自小同天磊哥哥一起长大，有感而发。没什么，我知道你俩从小一起长大，就是青梅竹马，感情好得很。娘子，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与秀波妹妹虽是一起长大，不过一直都是将她当亲妹妹看待的。天磊哥哥说的是，我二人清清白白。我也没说什么呀。天磊，我知道你们大宅子里的公子哥都是三妻四妾的，既然你这么喜欢秀波妹妹，把她娶进来呀。这个不敢，娘子，我答应过你，此生只娶娘子一人的。小喜，秀波妹妹，这是我小厨房里做的点心，好吃得很，外头可吃不着。现在点心已经送到了，我就走了，不打扰你们。哎，娘子，秀波妹妹，我看此书的寿字拓片并不足以书写百寿图，我再去书院寻一些来，到时候我那半阙写好之后再给你送过来。就先告辞了，不打扰了。天磊哥哥，小姐，原以为这杜冰燕在院子里看到我和天磊哥哥成双成对，会嫉妒伤心，没成想她竟然直接进来了，还逼着天磊哥哥说出再也不娶的话。这个三少奶奶呀，着实厉害。不急，天磊哥哥尚未动心，此事不可操之过急。若如今就闹僵了，倒是麻烦。水滴石穿，来日方长。娘子怎会如此生气？方才不是大度的很吗？谁说我大度了？我李玉湖心眼小得很。齐天雷，我告诉你，你若是喜欢那个动不动就哭鼻子的美人儿，你提前跟我知会一声，我保证二话不说立马回扬州。对，带上小喜，咱们回扬州。去，不就是青梅竹马吗？谁还没有一样？跟我在同一武馆长大的师兄弟们，那也都是我的青梅竹马喽。他们与我脾气、喜好都一样，而且只爱练武，不爱读你那些破书。这么说起来，可能还更合适呢。小喜，赶明儿咱们就回扬州去，找一个青梅竹马的师兄给嫁了。小姐说的对，小喜啊，支持你。咱们便也找个两小无猜的，开开心心的嫁了。我这儿都还好好的呢，怎么就能琢磨改嫁呢？不行。你呀，就找你青梅竹马的秀波妹妹去，管我改嫁干嘛？那别的先不说，你哪来的什么青梅竹马的师兄弟啊？我怎么不知道呢？我青梅竹马的师兄弟可多了去了，都让你知道啊。那他们姓甚名谁，身在何处？你跟他们还有联系？要你管。就是，你齐三公子只有一个秀波小姐，我们家小姐那可是有一整个武馆的师兄师弟呢，还不快好好哄哄我们家小姐？当心啊，她真的收拾东西回扬州改嫁去了。哎呀，是。哎呀，我家娘子啊，那是美若天仙。我齐天磊就是三生有幸，才能从整个扬州城人的手中把我娘子娶回家中。娘子啊，你就别生气了啊！你少跟我贫嘴，我不吃你这套。那娘子如何才能不气？不管是这天上星星，海中珍珠，只要是娘子要的，我都给你取来，跟娘子赔罪。
那我刚刚路过园子的时候，看见一棵青梅树，上面有几颗青梅，我想喝青梅酒。行，我这就去把所有的梅子都摘下来，只给娘子一个人用。娘子，那边，这个。算了，那个吧，那个，这个好打一点，这个，就它了。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接住了啊！再来，这个，好了，接到了。好，来，小喜，这么些可不够酿酒啊。这早就过了青梅成熟的季节了，目前也就只剩这些。况且这棵树还是我亲手栽种的，它一年的产量也不太多。若是娘子喜欢，我便都留给你，拿去酿酒。这也太酸了吧！小馋猫，谁让你馋嘴的？小喜，你把这些青梅都拿去清洗干净，晾干。记住了，这些都是给三少奶奶的，谁都不许碰。我要亲自为娘子酿酒。多谢相公。放心吧，三少爷，小喜啊，亲自看着，一颗也少不了。走。好吃吧？确实够酸。那棵树是天磊哥哥小时候亲手栽的，那时候每一年都是我陪着他培土上肥，待到青梅成熟了，我向他讨，他是都给我的。凭什么这杜冰雁霸占了我的天磊哥哥？他明明是我的，是我的。哎，我跟你讲，后院那口井的井水可太凉了，我不过就是替燕生小姐洗了件衣服，你看我的手现在全都冻红了。快回去擦点药，那井水一年四季都冷得很。快走，走吧，听你的。倘若我病了，天磊哥哥定会疼惜我。小姐，小姐，你不能这么做呀！你打小身子就弱，如何受得住这冰凉的井水啊？奶娘，你来的正好，快来帮我！我就是要生病，这样天磊哥哥才能怜惜我，来看我。你这是何苦呢，小姐？奶娘，快点儿！
像是秀波小姐。可是这大晚上的……哎呀，许是我看花眼了吧？不好了！快来人呀！快来人呀！不好了，不好了！哎呀，怎么回事？小姐发高烧了，快发烧了！快去请郎中！快！啊，对，我快去！我去通禀老太君。哎，这可怎么办？小姐发高烧了。什么？秀波病了？那郎中怎么说？开了药吗？您放心，这大夫也请了，药方也开了。只是什么呀？快说，你快说啊！只是秀波突发高烧，什么都吃不下去。大夫说了，无论如何都要让他吃点东西才是。若是一味空腹喝药，恐伤了脾胃，到时候怕是高烧没退，又添新病了。那就弄点清粥，或者是馄饨也行。都试过了，什么都吃不下。走，我们瞧瞧去。老太君，小姐发烧，您就别过去了。若是再沾染了病气，小姐又要责怪老奴多嘴了。况且啊，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那边照顾着呢。三少爷、三少奶奶都过去了？是啊。那我就放心了。小巧，你过去看看，告诉天磊要好好的看护，就说是我的意思。老太君您放心，我这就去。快去吧。老太君，别担心。天磊哥哥醒了，快听听秀波小姐说什么。天磊哥哥，天磊哥哥，三少爷，我们小姐这是唤您呢，这都迷迷糊糊唤了一晚上了。秀波妹妹，不要抛下秀波。天磊哥哥，你们怎的都在？秀波方才做梦，梦回到小时候，天磊哥哥带着秀波玩耍的日子。小姐，你一直高烧不退，可把我们吓坏了。如今可好，总算是醒过来了。秀波让哥哥嫂嫂担心了，这又不是你的问题，肯定是照顾你的下人没有照顾好，所以你才生病了。不是的，嫂嫂，他们都照顾得很是尽心，是我自小身子就弱，怕是突然来了林州，一时水土不服，多休息2日就好了。我记得小姐小时候初到林州，也得过一次这样的病。我不碍事的，劳烦天磊哥哥和嫂嫂担心了。还说没事呢，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可是一口东西都没吃。奶娘，不可多嘴。来了，厨房做了素馄饨。给我吧，小姐，我喂你吃一口。小姐，三少爷，
这还没吃呢就犯恶心，这可怎么办呀？我没事的，就是没有胃口罢了。修波妹妹想吃什么，我吩咐厨房给你做。我想吃天磊哥哥小时候给我做的青梅府。小时候每次有个头疼脑热，天磊哥哥就会给我做的那个。三少爷，方才老太君还吩咐要你好好照顾秀波小姐呢。我记得咱们后面不是有棵青梅树吗？你快命人去摘了，给秀波小姐制作青梅府吧。现在早已过了青梅采摘的时节，况且那棵树上也已经没有青梅了。没了？我前几日路过，见还有几棵的。已经被我采完了。我摘的，我想喝青梅酒，所以把它们都摘了。不过，天磊，眼下妹妹病得这么重，你把它们都拿出来做成青梅府，给妹妹开开胃吧。这一直不吃东西也不行啊。对不住嫂嫂，害你喝不成青梅酒了。没什么的。都怪秀波，害天磊哥哥劳累这么久。不碍事，毕竟工序繁琐了些，所以晚了点。是天磊哥哥的手艺，光是闻着味道，秀波都要流口水了呢。还是三少爷有办法，让秀波小姐愿意吃东西了。快吃点开开胃。还是天磊哥哥联系秀波。我有事儿就先走了。小姐，你吃点东西吧。这一整日都在秀波小姐那里照料，你都没怎么吃东西。不想吃。哎呀，都怪三少爷，明明说好那青梅就是给小姐你酿酒用的，还说什么别人都不许动。结果呢，那秀波小姐一生病，便什么都忘了。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她。秀波那副可怜样，谁看了不心疼？小喜，我觉得很奇怪，但又说不出哪里奇怪。哪里奇怪呢？娘子果然敏锐，此事的确大大的奇怪。你过来这儿干嘛呀？不留在你秀波妹妹身边，人家生病了，变成这样还叫你的名字呢。那人家不是烧糊涂了吗？齐天磊，你说得倒轻松，是你先拉人家手，拉得还不够吗？那拉手，哎呀，是不该。娘子，你别碰我。娘子，就因为我被别人碰了一下手，就要把我这只手给砍掉？摸了秀波妹妹的手，就不能再碰我了。小喜，快劝劝你们家小姐。我家小姐说的对啊，这被别的女人摸过的手啊，就是该砍掉，就是该砍掉。你们主仆二人竟是如此妒妇！哼，对，我就是妒妇。你不喜欢，找你秀波妹妹去啊。你笑什么？我笑望娘子为我吃醋，我自然是开心的。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才没有吃醋。好，娘子不是吃醋，娘子是生气，
生气自己的夫君被别人惦记。对，我只是生气，我的东西被人惦记。那娘子就不必生气了。这人是娘子的，青梅酒也是娘子的，再惦记，别人也抢不走。果然是青梅酒，你哪来的青梅？为了保住娘子的这几颗青梅，我可是差人跑了大半个林州呢。我这番煞费苦心，可娘子竟然要砍掉我的手，我还真是伤心呢。好吧，我误会你了。我答应过娘子，这几颗青梅谁都不许碰，我又怎能食言呢？算你识趣。对了，你刚才说有些奇怪，是发现了什么吗？秀波这场病确实有些古怪。我也觉得，这好端端的，怎么就突然生病了呢？他在梦里叫我的名字，拉我的手，都略显刻意。你是说他这是演的？高烧倒是真的，不过这情貌真有几分像演的。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呀？哎，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我去后院收青梅的时候，看见水井边上有2个人在争执，还有水声呢。那身形像是秀波小姐，我瞧着她正打了那井水上来泼洒着呢。那这个意思是，她为了生病自己泼自己冷水？8九不离10了。这也太……不过秀波本性纯良，怎会连自己的身子都不顾，也要离间你我2人呢？或许是对你用情至深呢。娘子，你就别再打趣我了。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算女子真动了情，按照秀波的本性，也不该至此的。有人怂恿她。秀波妹妹有福了，这边院就是特意留给妹妹的，可见老太君对妹妹的宠爱啊。哎，我想起来了，那日秀波小姐搬进院子的时候，柯少爷也来贺喜。他们2人把下人支开，窃窃私语了好一阵呢。果不其然，又是柯世昭。柯世昭，又是柯世昭，棒打鸳鸯到本姑娘头上，还利用秀波妹妹对你的感情，我饶不了他。娘子不用着急，此事涉及秀波，咱们还需从长计议。我看秀波妹妹也是痴情的人，要是柯世昭再利用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咱们就帮秀波擦亮眼睛，看清柯世昭的丑恶面目。你有什么计策？他们不是要棒打鸳鸯吗？那咱们这对鸳鸯就闹个鸡飞狗跳给他们瞧瞧。哼，懂了，将计就计，让柯世昭以为自己的奸计得逞，这样就会放松警惕，自己露出狐狸尾巴。你这悍妇，极度成性！我堂堂齐家3公子，3妻4妾，通房4舞，又有何不可？哼，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千里迢迢的嫁来齐府，你就这么对我，让我跟那些阿猫阿狗争风吃醋？早知道我就不来了，让你这个病秧子病死！你再看看你浑身上下，哪样与我般配？我要找一个天仙般的女子，秀发如水，顾盼生姿。你想得美！哪个好女子看得上你？
一看就是病秧子，身体不行。你彪悍如河东狮，你性格古怪，你面目可憎，你臭不要脸。姑奶奶受不了了，我走了。求之不得，我也落个逍遥自在。哼，你就该感谢你姑奶奶，我救了你命。哎，你干嘛？你再如此，我便不客气。哼，你敢对我怎么样？你这个人竟然对我动手，有何不敢？鸟语花开春空尽，为一缕香追忆。一色流烟30里，竟无人怜惜。清尽出身风雨息，雁归落汤溪。一叹不知你归期，而叹忆往昔。小姐，三少爷，那个看戏的已经走了。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小姐，那我进来了。至此都不舍一世。在三少爷的屋外，听见他们吵得可厉害了，还砸东西，吵得特别凶。太好了，既然如此，肯定是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那我们就从中作梗，将他们一分为二，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那下一步呢？下一步，我们就按照计划。恭喜秀波妹妹了。何喜之有？秀波妹妹巧用心思，那一边已经是暗无天日了。你的天磊哥哥和那个三少奶奶日日紧闭房门，吵得不可开交，两个人那叫一个惨呀！我是不是做得太过了？妹妹，你此时此刻万万不可妇人之仁，大事将成，不可以退缩。况且，你与天磊乃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情谊，反倒是那杜冰燕，她才是最为过分，鸠占鹊巢，抢了你的心爱之人。妹妹，事已至此，不如我们就在此刻乘胜追击。可表哥，这是什么意思啊？那杜冰燕性子泼辣，若是让她一哭二闹，闹到老太君面前去，那妹妹的事恐怕会有变。不如就趁他们夫妻二人离心之时，妹妹单刀直入，得了天磊的心。要怎么做？将生米煮成熟饭。这怎么行？我虽自小倾慕天磊哥哥，但女儿家的名节最是珍贵。非常之事当是非常手段，此时你只需要屏退旁人，只有你与天磊二人知晓。待到事情发生，天磊行了夫妻之实，必会给你名分，便可保你名节。妹妹，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况且你已经挑拨了他们二人的关系，而你自己也是孤零零一个人，与其让三个人难受，不如你就成全了自己，成全了天磊哥哥吧。表哥已为你谋划周全，天衣无缝，万无一失。
冤家，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见那秀波小姐美若天仙，才一心一意地帮她出谋划策，帮她当上齐家的主母，竟还操心顾着她的名节？哎呀，你说说你呀，这小丫头片子哪儿比得上你风情万种啊？嗯，别来唬我。谁骗你了？你想想看啊，若是此等男盗女娼之事，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老太君撞见，会如何呀？原来你早有谋划。那是。再过几日，就是齐府各大商行的大掌柜的来向外祖母汇报明年的商行计划的日子。到时候，我会带着众人欣赏这出好戏，让老太君当着众掌柜的面儿撞见齐天磊和秀波的奸情。那时候，齐天磊和杜冰雁必定恩断义绝，而秀波也会身败名裂。还想做大娘子，能收回来做个偏房就已经算是恩惠了。如此一来，没了三少奶奶，谁也别想挡我们的路了。好计谋，一箭双雕啊！错，我这是一箭三雕。经此一遭，齐天磊必定让老太君失望至极，而齐天磊在齐府也必定没有了立足之地。这偌大的齐府啊，不就是我们的天下了？那你别忘了，我也是有功劳的。这齐家的好处啊，一定要分我一杯羹。那是自然。齐三公子，我们家小姐说了，替老太君制作百寿图所用的染料要色泽艳丽才好。小姐邀约三少爷前往后花园，一同采摘水芙蓉花，以此精研成料，留作备用。小姐在水榭等您。好，我换了常服，便去赴约。成了。各位大掌柜，辛苦了。明年各大商行的业务目录我都看过了，还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勤勉做事，争取让明年各大商行蒸蒸日上。到时候我齐府绝不会亏待每一个人。谢谢老太君。世昭，今天晚上的酒宴准备的怎么样了？我要好好的犒劳犒劳各位大总管。外祖母放心，世昭此次特意请了兴盛楼的名厨，来给各位大掌柜的设宴。这兴盛楼的名厨啊，最擅长烹饪西湖醋鱼，只不过此道菜肴甚是繁复，还望各位稍待片刻。做得好。不如这样，外祖母，趁着天晴风暖，您和各位大掌柜的去后花园逛逛园子。我看那满湖的芙蓉已开，风景甚是宜人呐。早就听闻咱们东家的园子是大师所造，园林别致，我们都还未曾见过呢。这有何难的？走，跟着我去看看。
好啊！太君请，太君请，太君请，请。好，大家都一起来吧。外祖母，慢点。哎，好好。咱们那次来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呢。你看这桥，果然是曲径通幽，风貌别致呀。小姐，三少爷，不好了，有人来了。这园子一步一景，甚是别致，是招我常常信步其中，心旷神怡。各位，看这水榭，在此赏荷观景，别有一番奇韵。是啊，那就带各位大掌柜的过去瞧瞧。好，好。老太君，你看哎，这水榭多美啊！哦，哎，这里面瞧着像是有人呢。这不是秀波的奶娘吗？秀波，这个时候到这儿来干什么？哎呀，我刚才瞧见三少爷也进了这里边。是三少爷。恭喜老太君！看来这三少爷真是艳福不浅呐。是啊。早就听闻秀波这个姑娘，早些年呀，就是这苏州大户的闺秀。看来咱们齐家商行又要添财了啊！添财了！是啊。少胡说！是三少爷。外祖母，秀波妹妹可是余府的大家闺秀，但是她竟然为了得到天磊的心，做到如此不顾名节的地步，想必也是用情至深呢。外祖母，不如我们就成全他们二人，如何？怎可这样？柯少爷，这可使不得。我们堂堂三少爷可是齐府的独苗，怎能与这种不顾名节的女人结成连理呀？哎呀，天磊呀，他既然能够来到此处，那必定是两人早有情谊，枉费了老太君对他这么多年的苦心栽培啊！竟然如此放荡，迷恋起女色来了。哼，这个天磊！奶奶，奶奶，您找我。那瓶子里是何人？你怎么会在此处？表哥的意思，我不在此处，应当在何处呢？对呀，不是说是三少爷吗？奶奶，这是我为您写的百寿图，方才装裱好了，给您送过来。好，好。我刚刚明明看见三少爷进了那里面，那里面的是谁啊？奶奶，是谁？是我呀。哦，冰燕，你这是？我跟秀波妹妹在一块儿呢。可是招说的话可都听清楚了，多谢姐姐救我出无底深渊。天磊哥哥，怎么是你？秀波，我有话与你说。秀波妹妹，你我同为女子，我明白你对天磊的情谊。只是我与你相比，也绝不差半分。我们女子若是寻得一个好夫君，与他幸福快乐地过上一辈子，那也是好事。只是这天大地大，情情爱爱
绝不是女子的唯一追求。你该有自己的广阔天地，这样以后，你一定会寻得属于自己的如意郎君，他会疼惜你，爱护你。这种傻事啊，以后莫要再做了。冰月姐姐，傻孩子。怎么会是三少奶奶？还穿着三少爷的衣裳。上次投湖，奶奶夸我英气，我就寻了天磊的衣衫来讨奶奶开心。好，奶奶，秀波妹妹给你制作了芙蓉香露，撒在百寿图上，可香了。哦，来，样子。好，祝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同乐同乐。好孩子，真是两个好孩子呀！好好好，恭喜恭喜！或许都是那命中注定。红妆披下佳期，放眼晴空万里。扬州塔里飘下诗意，快快，给公主倒茶。公主，怎么，父皇说非要我嫁人不成？公主大喜呀！这回招定北侯袁不屈将军做驸马，公主真是好福气呀！也不知道是个黑马还是个白马。公公，我得眼见为实。之前你让我看的那些画像，全都是假的。公主，能让您瞧得上眼的男人可没几个。哎，可这袁驸马啊，我可没答应，我得眼见为实，亲自去瞧瞧，看他到底是个三头六臂，还是个歪瓜裂枣。哎，上次那个吏部的新状元不是一心想要娶我吗？对啊，他给我写的那些诗呀词呀，我可都给你们念过。哎呀，多感人呀！感人，好一通堆砌词藻，虚情假意，真是酸腐。还说什么可以为了我赴汤蹈火，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这种话你们信不信？信。你也信？哎，我信。反正啊，我是不信。公主，你要的剑做好了。公公，我们玩个新游戏吧。啊！启禀皇后娘娘，驸马爷袁不屈派人送来奏章，皇上请您预览。念。是。承皇上恩宠，袁不屈奉旨赴京，途经齐鲁之地，须在家乡祭祖，请万岁恩准，臣祭祖之后再回京，以尽孝道。灵山钟灵毓秀，风景秀美，臣恳请陛下恩准，请公主前来与臣同游灵山。这个袁不屈还是有些孝心的嘛，以孝为先，以情为重，不错。皇后娘娘，
你可真是慧眼识英雄啊！为公主选了一位乘龙快婿呀。昌平个性孤傲，还不知道他会捅出什么篓子来。我虽贵为皇后，是一国之母，却不能替公主择婿。难道这就是己所不欲，难施于人吗？见过公主。免礼，快请坐。臣觉得还是站着比较舒服。啊，对了，新状元，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给我写的诗词呀？刻骨铭心。臣对公主仰慕已久，公主是天下第一美人，多少人都拜倒在公主的石榴裙下。还有吗？我为公主日思夜想，茶饭不思，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哇，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本宫让你做什么，你都绝无二话？绝无二话，刀山火海，但凭公主一句话，臣定万死不辞。好，就算公主让臣去摘那天上的月亮，臣也会寻遍天下，找个天梯爬上去。太好了，既然这样的话，今日我就再给你一个机会。给你画一个小圈圈，然后你在这个圈里不许动，能做到吗？这有何难？天打雷劈，我也不动。一言为定。驷马难追。好，公公，把这个苹果顶在头上。哎，公主，公主，哎，这个使不得啊！这个剑它不长眼呐，公主。啊，你能不能别乱动啊？你都出圈了。哦，我不动。那咱能不能换个玩法？哦，对了，其实我忘了告诉你，我射箭射的其实并不好，但是呢，我会努力的。别！公主，使不得呀！哎呀，公公，你能不能别说话了？我在误伤了你。公主，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呀！走开！公主，你别！公主，别！公主，公主，别！别！多谢公主，手下留情。公主，你别演了，这个箭头是蜡做的。胆小鬼，就你一点担当都没有，还说为了我赴汤蹈火，我呸！赶紧走。是。皇后娘娘驾到！公，这宫里可不能外人进呐，让皇后娘娘知道可不得了了。快随我出宫！苹果！皇后娘娘驾到！儿臣拜见母后。免礼。这是笑什么呢？大老远就听见了。母后快坐。
我们刚刚啊在一起啊射箭，跳绳来着。这都快有婆家的人了，还只知道玩。驸马来信了。母后，我都不知道原部区长什么样呢，你让我怎么嫁呀？他信上说，想约你去灵山同游，上山看日出，逛云中仙地。可我也不知道，你是想去不想去啊？母后，我想去，天天在这御花园中都要无聊死了，什么时候去啊？看把你急的。暂且不说什么时候启程吧，我有3个条件，你可要先答应我。啊，母后您说。这第一，你要脱去这身皇家的衣裳，扮成民间女子，不可让别人知道你的公主身份。扮成民间女子，一定很好玩，我答应。这第2条，张公公扮成你民间女子的父亲，与你同行。啊，母后，他连一根胡子都没有，怎么扮成我爹呀？公主啊，要长胡子也不是什么难事儿，粘上一个不就行了？行，我答应了。那这一路上，你不可以再耍公主的脾气。这第3条，凡事呢要跟张公公商量，切不可胡来任性。好，放心吧，母后。皇后娘娘，我是看着公主长大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慎之又慎的照顾好她，您就放心吧。母后，我都答应了您3条，我也有3条。你也有3条？哪3条？说来听听。这第1条嘛，这驸马的人选，我要亲自挑选。你还是想自己选驸马？我要亲自挑个好的。皇上指婚，君无戏言。那我就跳灵山。你，哎，公主，别急呀，公主别急啊。这样吧，你先去灵山看看那个原部区到底怎么样，然后咱们回来再商定。好，母后最好了。啊，我还有第2条。第2条呢，就是我让他们跟着我的时候，他们才跟着我；我不让他们跟着我的时候，他们就不能跟着我。我又不是什么小丫头了，我已经长大了。你要答应为母，确保自己的安全。最后1条，就是母后，你能不能让父皇给我1道金牌啊？省得他们欺负我。这个你想的倒是蛮周全的。好吧，别给我惹祸就行。妹妹前来慈禧，多谢嫂嫂一语点醒梦中人，让我识破了柯世昭的险恶用心，才没铸下大错。妹妹日后一定要好好珍爱自己，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秀波自小跟天磊哥哥一同长大，当初一心觉得女儿家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婚姻，秀波以为天磊哥哥就是最好的选择。那日在水榭里，嫂嫂说天大地大，情情爱爱绝不是女子的唯一追求。秀波才幡然领悟了。自那日起，见嫂嫂和天磊哥哥情深至此，秀波才明白自己不过是执拗于年少时青梅竹马的回忆。从今往后，天磊哥哥便是秀波的亲兄长了。日后作何打算？我打算回苏州去，好好经营祖母留下的产业。秀波妹妹蕙质兰心，定能将祖业打点得风生水起。兄长过奖了。只是那柯世昭一心想要对付你们，
往后定会使出更多的手段。兄长和嫂嫂该如何是好？放心，你且安心回苏州去。我和你兄长有的是法子对付他。这对金麒麟本就该属于相爱的两个人，两只在一起才能算作一对。今日我便将它送给冰燕嫂嫂，祝你们伉俪情深，白首不相离。多谢妹妹。妹妹走了。保重。少爷，秀波小姐回老家去了，临行前特意去见了三少爷跟三少奶奶去辞行。看着秀波小姐和三少奶奶姐姐妹妹叫着，依依惜别，亲昵的很。哼，没用的东西。看来如今这步棋算是败了。三少爷和三少奶奶还当真是铁板一块，连我都拆散不了这对小情人啊。既然如此，那我就成全他们，让他们做一对亡命鸳鸯。夫人，功夫不错嘛。其他的交给你了。哎，再跑，打断你的狗腿！你到底是谁？插劲了，插劲了！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小的，现在也不知道我是谁了。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就我那几招，我根本就不是女侠的对手。算你识相。敢问，女侠尊姓大名啊？小的就是死也死个明白，不是？
姑奶奶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扬州李玉湖。哦，少爷，哎呦，不得了了！这三少奶奶武艺高强，果然非同寻常啊！就我那几个人根本就不是对手。三公子毫无病态可言，挥剑生风啊！我刚要动手，上来就给我一拳，你看给我打的，我现在看东西还有点模糊呢。生死攸关嘛，自然拼命。不是少爷，我跟他们交过手了。他们个个武艺高强，你所言当真？当真，少爷。现在干掉这2个人，恐怕是没那么容易了。就我那几个货根本就不是对手，况且这次吧，就是杀人不成，若是再想动手，恐怕就更难了。废物！且慢，这杜家千金怎么会武功呢？少爷，小的这次的事儿虽然是没办成，但在危难之时，小的给您套出个惊天大秘密。什么？快说！就当时吧，就三少奶奶呱一下，就一脚给我窝那儿了，我岔气儿了。我当时就觉得吧，这条小命肯定是交代在这儿了，然后我就跪地求他呀。我问他，我说你何人？报上名来。他怎么说？哎，他吧，当时没了防备心了，就大言不惭说自己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扬州李玉湖。李玉湖，你可听真切了？小的听得真真的。哼，我当是什么呢？怪不得觉得这三少奶奶古怪。没想到竟然是个冒牌货！哼，谁说不是呢？当真是天助我也呀！我们要借此机会，即使没办法来硬的，也要借刀。那就让官府来帮我们铲除掉这个眼中钉吧。少爷，高啊！你去趟扬州杜府，不管用什么办法去把杜老爷请来，让他当面拆穿这个李玉湖。小的明白，小的就去了。去吧。小姐，这2日除了送药，那继承心愿就不要去得太紧了。不是你让人家盯得紧一点吗？这叫内紧外松，也省得让人觉得你总在背后盯着他们呀。说紧是你，说松还是你。你是不是被抓住什么把柄了？哪有什么把柄啊，无非就是欲擒故纵罢了。欲擒故纵？过2日这祈福，就会有一场好戏看了。你呀，一肚子坏主意。怎么，
今日有心情了？那是自然。沙校尉，沙校尉，有袁将军给你的书信。大哥的信，快给我看看。大哥呀，大哥，看来你还是离不开我呀。沙校尉，将军说什么了？这么高兴？他让我去趟灵山，说有要事要办。快点，给我备马，即刻启程。是。你们追不上我吧？累死我了！哎，姑娘，你干什么呀你？你让开！新娘子，你怎么哭了？跟我出来！姑娘，请放开我！你怎么不开心呀？开什么心啊？要看你嫁什么男人了。怎么，你嫁的不好？听说是个凶神恶煞的克妻鬼，前2个娘子都被他打死了。那你不嫁不就成了？我爹欠了别人很多钱，实在没有法子了。臭男人，我替你做主，别难过了啊！你一个小姑娘，能有什么法子啊？可是小姐，不好意思啊，我们要赶路了。起轿。不行，你们让开！你们没看见新娘子在哭吗？她根本就不想嫁给那个克妻鬼。我命令你们，现在原路给她送回娘家去。哼，送回去？你一个小丫头片子，算老几啊？跳出来管人家的闲事？我算老几？我可是……哼，不跟你计较。哎，